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白。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另外一个新的资料形态，叫做元组，英文是 tuple。那元组这个资料形态呢，跟列表是非常像的哦。它们一样都可以存放非常多的值。那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创建一个元组，里面存放的是学生的成绩，我们可以这样写 scores。然后呢，创建一个元组。那大家注意是用一对小括号。那假设5位同学的成绩，好，那这样子哦，我们就创建了一个元组。它是用一对小括号，然后里面呢写的是我们想要存放的值。那如果我们这边用的是中括号的话呢，它就会是一个列表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这个是元组，就是用小括号。那我们元组想要取值的话呢，跟列表一样，我们用中括号这个方法 scores， 然后中括号，那里面写的数字呢，是我们想要取得的位置哦。假设我们想要取得90这一笔值的话呢，我们就写0，因为它在第0位嘛，就得到90。那假设我们想要取得90、80呢，我们也可以用0冒号2哦，执行。就得到90、80。那这边中括号的用法都跟列表是一模一样的哦。那假设我们想要取得这个元组它的长度，也就是它里面有多少值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用 len 这个函式哦 ，len， 然后一堆小括号，然后里面呢写的是我们的元组，我们执行，它就会回传，这个元组里面有5笔资料。那这个 len 哦，在我们的这个列表也是可以这样用的哦。我在上一堂课好像没有提到，这边补充一下 ，len 这个函式呢，也可以使用在列表，那跟元组也是一样，都可以使用。好，那到目前为止哦，我们的元组跟列表根本就是一模一样嘛，它们的用法啊，长相只是一个是小括号，一个是中括号而已。那到底元组跟列表它的差别在哪里呢？好，那它们差别在于哦，元组这个资料形态，一旦我们创建了它，它就不能做新增、修改或是删除哦。好，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对这个元组做修改，假设我们今天90这一笔资料写错了嘛，其他30，那我们一样，我们可能就想要把它改成30嘛。好，然后我们把它印出来嘛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改动这个元组第0位，把它改成30，然后呢，我们执行看看。Python 这边就会告诉我们出错了，为什么呢？它告诉我们哦，元组这个资料形态是不能做更改的哦，里面的资料是不能被做更改的哦。好，那这个呢，就是元组跟列表差别哦。它呢，元组这个资料形态一旦被创建了，就不能做新增或是修改或是删除哦。换句话说呢，就是元组一创建了，它长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哦，没有办法动它一根汗毛哦。好，那到这边大家可能会有些疑惑哦，就是说，那为什么我们需要元组这个资料形态呢？我们好好的列表不用，为什么要用元组？那反而用元组还限缩了我们的弹性嘛？本来我们要做修改就修改不了了，本来想要做新增跟删除也都没办法做了。那为什么需要元组这个资料形态呢？它到底可以应用在什么方面呢？好，那元组这个资料形态哦，它就是要防止我们的资料被意外的修改哦。我们有些东西哦，有些资料它就是已被创建的，就是那样，它不希望被修改哦。那我举个例子，假设哦，我们今天存放一个资料，那它这个资料呢是101，它的经纬度的坐标位置。那假设我们用 data 把它存起来，那假设它的坐标位置是123、456跟456、789。那大家觉得这个101的坐标位置会被改动吗？它会今天是在这个位置，明天在另外一个位置吗？不会嘛。所以呢，这种资料就可以用元组来存放哦。因为呢，我们要避免它被意外的修改哦。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程式码写长了或写大了，或者说我们跟别人合作，
有时候我们会不小心修改到什么资料，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哦。所以呢，我们这样写就可以防止这个意外的发生哦。OK， 那这个就是我们元组它可以应用的方面哦，就是防止我们资料被修改。所以呢，一旦它被定义了，它就没办法被修改，也没办法做新增跟删除哦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这堂课的内容。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元组这个资料形态，以及元组可以应用在什么样的方面哦。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